我猜火龙果会很适合拌凉面、凉皮之类的，因为它清甜多汁，味道又不会太重，把菜变成甜品。关键是人家还自带黑芝麻，这诚意就不要辜负了它的美意。来做一个蘸水小卷粉吃吃吧。每次剥火龙果的皮都无比的不想碰到手，它这个染色能力太强了。虽然夏天已经过了，可是还是好热，每天都想吃冷的。先弄一个吧，不够再加。火龙果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，就是它的果肉随便就能捣碎。怎么回事？说好的随便就能捣碎呢？可能我堆太多了，下次还是把它切小一点，少量的来吧。因为它的果肉很软，也没有什么纤维，就不想麻烦清洗起来很复杂的工具了。这么说来，它还是长得很贴心的。捣成浆糊状就行，但是这状态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会不会长得也太像桑葚果酱了？我尝一口味道，酸甜的，不属于特别成熟特别甜的，但我感觉稍微有点少，再加一个迷你的火龙果吧。我觉得用这种压土豆泥的工具还不如用个擀面杖之类，实心的好像会更好用力一点。这个程度应该差不多了，来给火龙果汁酱调个味。因为不想破坏它的颜色，所以我今天就不用盐和酱油的组合了，用鱼露代替。火龙果只有微微的酸味，我应该再加一些柠檬汁，但是我过去往紫色的食物里加醋或柠檬汁，它都变粉色了，所以我就分成2个版本。没加醋的版本在碗底埋一些花生酱，怎么出来的都是油啊？我先把它晃均匀一下，这回正常多了。这个蘸水走的是浓郁香辣的路线，就直接把火龙果舀进去，咬它的感觉还是非常液体的。火龙果确实水分足，2个蘸水就平均分配吧，弄了一半进去，剩下的部分就直接混合柠檬汁，走的是酸辣清爽的路线。无籽柠檬真的是比有籽的出汁率要高好多，不过好像香味稍微弱了一点。奇怪，这杯火龙果汁，请问你为什么不变色呢？应该不是我眼睛出了问题吧？这和另一碗的紫色有什么区别吗？怎么紫薯遇上柠檬就疯狂掉色？好吧，就当只是做了2个不同的口味。这回就直接倒碗里，这就是直接倒的代价，偷一点懒都会被惩罚。居然越擦越花脸，我注定干不了高级餐厅里擦盘子的活啊！随他去吧。最后来分别调味，不酸的版本放鸡枞油、炸过的蒜蓉和蒜油、油辣子，再来点花椒油。酸辣的版本加新鲜的蒜末，辣椒也是用新鲜的小米辣。最后装饰上2片柠檬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装饰的作用。好吧，我也不能去高级餐厅里做摆盘的活。2个蘸水就都准备完毕，接下来是卷粉的部分。其实卷粉直接这么吃就行，不过我更想吃加了菜的小卷粉，所以就来包一下。而且作为一顿饭，营养也会更均衡。卷粉太脆弱了，而且可能路上又被我折腾了一小下，所以就有点破损。能切成什么样就切成什么样，破2个洞也没关系。我这边买不到已经切好的小张卷粉，所以就只能买这种大张的回来切，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到一边。我准备了点里面包的蔬菜，香菜、薄荷、黄瓜、莴笋、绿豆芽和韭菜其实也很好吃，懒得弄了，它俩都需要烫一下。莴笋丝这个翠绿色就让人心情很好。黄瓜也是一样切成丝，黄瓜的绿色和莴笋的不太一样。蔬菜就也准备完了。没想到今天这个饭做的还挺复杂，这还有点我吃卤鸡剩下的鸡胸肉，也撕成小块，补充点蛋白质。这个是弥勒的卤鸡，不要看它白白的，其实又劲道又香，很好吃。我觉得吃这类型的小吃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蛋白质太少了。准备了半天，终于正式开始卷，很好，第一张就是破洞的，但只是放固体，所以也没关系，基本上想吃什么就包什么进去，每一个口味也可以不一样。卷起来就把一刀斩断，方便吃。下一个也是破的，这个就弄薄荷吧，今天买到了我喜欢的小薄荷，再来点鸡肉。总之倒是不难包，就是放馅料的时候不能太贪心了。这个皮没有延展性，包着包着感觉卷粉有点少。今天我买的时候摊主就跟我说你会吃不饱，我想着还要往里包东西，就说就要1张了，而且当时看着是挺大一张的，真的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不过他还趁我付钱的时候往袋子里赠送了一些切好的，可以直接拌着吃，其实看着也不算特别少。吃之前先来把蘸水搅匀，底下还有花生酱不能忘了。
这个柠檬怎么一泡到火龙果里，拿出来就变了？你是心里美萝卜吗？这两蘸水颜色现在不一样了耶，但不是以我想象中的方式，该变粉色的没变粉色，不该变色的倒是变成，这是大红色吗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来尝尝看味道，先吃个香辣的，好不好吃先丢在一边，绝对是一种视觉震撼。好吃，虽然看着真的很离奇，但是吃着一点都不奇怪。传统的蘸水卷粉，花生酱会放到1/2左右，我没放那么多，而且又有火龙果，所以是一个清爽中又带有香浓的矛盾的味道，适合我这样想吃香浓口味但是又怕腻的人。再来吃吃看这个柠檬版本，有没有觉得紫色好像更加视觉震撼一点？我好像更喜欢这个，可能是因为我偏爱酸辣味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恰好吃的小卷粉里面是有肉的。这个酱汁就是虽然颜色艳丽，但就像一个餐厅里调配好的配方，所有的味道都异常和谐。火龙果自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味道，但它这个水果的甜比直接加糖味道复杂很多，微妙很多。今天我还学到一课，火龙果里随便加柠檬汁完全不掉色。而且不得不说，火龙果肉让整个蘸水变浓稠了，就特别容易挂汁，但它同时又稀释了调料的味道，所以整个小卷粉放进去蘸很多也不会觉得味道太重，简直是神一样的双重调节功能。把卷粉放进蘸水里，有种做手工的乐趣，好像在扎染布料。这个有薄荷有鸡肉的特别好吃，薄荷就是剥的时候比较困难，因为它太汁嫩了，但和这个酸辣蘸水简直是绝配。吃着吃着，我发现我对自己还是了解的，这个卷粉虽然看着不多，但我好像能吃饱。就是视觉上，从刚才开始，这个饭桌简直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。蘸水2大碗，卷粉半盘子，但在云南别说2个了，10个蘸水也不嫌多。最后可以把剩下的边角余料吃了。卷粉这种东西只能趁新鲜的时候吃，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的把它吃完吧。蘸一样的蘸水其实也还是好吃的，不过还是有鸡肉的最好吃。